上回书说到，事关全国大赛初赛权的决赛周第一回合，湘北跟石奈川第一的王者海南一决胜负。后半场最后20秒，樱木花道出人意料的灌篮得分，湘北终于把比分差距缩小到2分。海南队的队长木神一为了阻止樱木花道灌篮，被裁判判为阻挡犯规，给了樱木罚球的机会。樱木一罚未中，赤木拿到篮板球后，将反败为胜的机会交给了三井的3分球，但三井失手了，樱木再拿篮板。在身体和心理双重压力的情况下，樱木错将高沙看成赤木，将球传给了高沙，湘北失去了最后反败为胜的机会，以2分的差距惜败给了海南。比赛结束了，大家的生活重回平静。由于头一天的比赛太过激烈了，球队各个成员在各自班级里睡得昏天暗地。赤木因为脚伤没有来上课，樱木大概是受了比赛的挫折，也不在班级里。下课后，湘北的日常训练开始，看大家一个个没精打采、有气无力的样子，才子气不打一处来，挥起纸折扇就是大逼斗。湘北才仅仅输了1场而已，根本没有时间去沮丧。接下来还有2场循环赛要打，分别要与武里和陵南竞争。只要将剩下的2场比赛打赢，湘北不是第一也是第2，照样可以进全国大赛。所以接下来的2场比赛都不能输。才子拿出励志书法展示给大家，破釜沉舟，如果再输1场就没有机会了。赤木来到篮球馆给众人打气助威，看他拄着拐杖，众人都很担心，伤筋动骨100天呀，如果赤木伤到骨头了，接下来2场比赛恐怕都无法参与了。赤木笑了笑，只是普通的扭伤而已，星期天还要和武里比赛，为了早点痊愈，我特别借来用的。众人听到这话顿时松了一口气，赤木在，接下来的比赛才更有希望赢。赤木扫了全场一圈，面露失望，樱木那小子呢？几个人互相看了看，摇摇头，他今天没有来学校啊。大家都没有怪樱木，但可以看得出来，樱木为自己最后的失误传球非常惭愧。晴子在室外篮球场找到樱木，每次樱木躲起来，晴子都可以找到他。晴子叫出樱木的名字的时候，樱木一哆嗦，老脸一红，但他无颜面对晴子，愣了一下后转身就跑。晴子赶忙追了上去，跑着跑着，晴子摔倒在地，樱木回头关切的查看。晴子告诉樱木，昨天的比赛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樱木吓了一跳，那可是自己犯了致命错误的一场比赛，晴子不会再怪我吧？没想到晴子却说，这是篮球明星樱木第一次灌篮得分的比赛啊！樱木再次愣住，自己从刚接触篮球以来一直嚷嚷着灌篮，但在正式比赛成功灌篮得分，就是昨天对战海南的战局中。晴子开心地说，将来一定会有人这么问你的，樱木选手，请问你第一次灌篮得分是什么时候？樱木待在原地看着晴子，竟然无言以对，整个世界都模糊了，只有晴子是对模糊世界中最清晰的一个。晴子在离开前摆摆手说，就算是天才也会犯错的。这可真是樱木篮球生涯的贵人，樱木确实已经非常幸运了。篮球场内，一个卷发小子拿起球，招呼自己的手下去把樱木传来。3个毛头小子听了老大哥的话去传樱木，不出所料，被心情急坏的樱木直接头锤干翻。福田哥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想找我就过来见见大哥。小弟们哭哭啼啼的去找福田汇报，福田告诉小弟，就说我比他高1年级，当然要他来见我。3个愣头青于是又去找樱木，结果又被赏了一记头锤。3个小弟哭了，哀求着福田亲自去找樱木聊，别再折磨大家了。福田与樱木隔着网墙互相对望，樱木对这个人没什么兴趣，转身离开。福田对他的兴趣倒是很高，小弟们很好奇地问福田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福田说，他可是上仙道刮目相看的男人啊。福田转身一个单手上篮扣篮，看来这人也是神奈川篮球圈子里的人，而且还是个高手。晚上下起了大雨，樱木一个人来到湘北的篮球馆，交了一身湿，躲在更衣室里自责。一想到晴子的鼓励和比赛的场景，樱木就觉得愧对赤木兄妹，这比赛是因为我的失误而输的。突然更衣室的灯亮了，流川枫走了进来。樱木本以为流川枫总要嘲讽自己几句，没想到流川枫什么也没说，擦干了汗水转身就走。樱木急了，站住，你为什么什么话都不说？平时讲话最刻薄的人，今天却什么话也不说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如果你同情我的话，我不需要同情。流川枫无奈叹了口气，扬长而去。樱木追到篮球馆内去找流川枫撕逼，流川枫说道，你以为比赛是因为你一个人而输的吗？你少高估自己了，大笨蛋，昨天你的表现已经超过自己的实力好几倍，对湘北而言这是计算之外的幸运了。你以为教练和队长对你寄托多少希望了？樱木一愣，当然是把我当成救世主。流川枫比出手指，只有那么一点而已，多算一点，顶多也只有这么多而已。你会犯错，打一开始就已经在计算之内了，没有人会惊讶的。你的实力就是这么回事儿，你个人的失误还不足以左右比赛的输赢。流川枫的话很抽樱木的自尊心，樱木气得浑身发抖，挥拳打过去，拳头在流川枫的面前停了下来。现在用铁拳打倒他没意思，
不在球场上打倒他一点意义也没有。刘传峰一拳头打过来，把樱木打出鼻血，两人就这样你一拳我一拳，在篮球馆里打了起来，互相发泄情绪。打到伤痕累累的时候，刘传峰突然说，这比赛全都是我的错，如果我可以支撑到最后，昨天的比赛就赢了。樱木大骂，你少高估自己了。第二天樱木依然旷课，樱木军团4人组表示很担忧，这跟樱木以前被女孩拒绝的时候很像啊。高公望突然说，我赌他明天还是不来，500块。课后三井与宫城来到篮球馆，一抬眼就看到一个红色寸头的家伙在拖地板，二人懵逼。樱木回过头，你们还真慢呀。三井和宫城的鼻涕泡差点笑出来，杨平4人闻声赶来，看到樱木的新发型笑到痴呆。为了为比赛的失误负起责任，樱木剪了寸头。还有3天，第2回合对无理的比赛就要开始了。晴子看到樱木非常惊喜，凑过去温柔抚摸，樱木乐开了花，这是天才的光头造型啊。剃了寸头的樱木配上他的身高和一脸凶神恶煞，更显恐怖，旁人见了无不畏惧。高公望等人甚至在樱木班级门前摆摊贩卖参观门票。就这样，一天慕名而来观赏樱木的人络绎不绝。柔道部的青田龙彦闻讯特意赶来。樱木花道，你剃了头发是否就代表着你有心转向柔道界发展？屋内同学回应，他已经去参加社团活动了。剃了寸头的樱木训练起来斗志十足，为了接下来的比赛，赤木在脚上没有痊愈的情况下也投入到了高强度的训练里。安西教练来篮球馆视察，特别嘱咐赤木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将伤养好。你练习的太猛了，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减轻练习的分量。安西教练将大家集合在一起，首先称赞了樱木的寸头，并试了试手感。樱木立即恼火，你盘我脑袋，我就盘你下巴，你个糟老头子。安西教练组织大家进行练习赛，有1年级对抗2、3年级的前辈，赤木休息，三井担任裁判。高年级的队伍有木木178公分担任前锋，角田180公分担任中锋，朝崎170公分担任后卫，安田165公分担任后卫，宫城168公分担任后卫。1年级队伍有刘传峰187公分担任前锋，樱木花道188公分担任中锋，平头眼镜哥石井170公分担任前锋，路人脸佐佐172公分担任前锋，自然卷桑田163公分担任后卫。宫城笑了，稍微让1年级的小兄弟也没关系。赤木大声警告，如果输给了1年级，就罚你们做50个俯卧撑。三井吹响哨子，樱木与角田跳球，接着他秀遍全场。虽然对角田学长有点过意不去，但角田的每个动作樱木都看得很清楚，他的速度和力量根本无法和樱木相比。不知不觉，樱木已经进阶到高段位之中了。这也难怪，最近这几场比赛中，樱木面临的都是鱼柱、木神一、高沙、花形这种王者段位的选手，角田顶多白金段位高一点。现在的樱木已经不是角田一个人能对付得了的了。安西教练说道，除了湘北这些正经球员，恐怕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了。樱木从接触篮球到现在才过了3个月而已，很难想象3年级时候樱木会强到什么地步。安西教练站起身来，安排三井上场打击一下樱木。虽然樱木前途无量，不过如果因此就自满，可就糟了。人啊，总得在挫折中才能成长。三井换下角田担任中锋与樱木单挑，樱木眼睛一亮，小三儿，你挡得了我吗？樱木领着1年级向高年级的学长们奋起挑战。赤木心中默念，小三儿，给我虐他，不能让这小子这么嚣张下去。安西教练有他自己的用意。神奈川县预赛进入决赛周的4支队伍中，赛前极被看好的海南和陵南高中都是以1胜的战绩暂时保持领先。另一方面，湘北在队长赤木脚上未恢复的情况下陷入了困境，只有2支队伍能获得代表权。湘北已经吃过1场败仗，未来的2战中必须全胜才能拿到代表权。第2场比赛开始前，安西教练首先想到能代替赤木成为主力中锋的就是樱木花道。为了让海南之战后自责颇深的樱木重拾信心，也为了观察樱木未来的可塑性，这就是安西教练安排1年级对高年级比赛的用心。三井不愧是湘北篮球圈的老司机，不仅仅是3分拿手，打中锋也非常溜，贴身防守很快就让樱木抓了瞎。樱木没有能力通过三井的防守切入到灌篮的位置，反过来说，只要把樱木阻挡在灌篮范围之外，他也就无足为惧了。樱木情急之下乱传球的缺陷在三井的高压防守中再次暴露，将球传给了对手。三井与宫城紧密配合，狠狠挫败了刘传峰和樱木的组合模式，拿到2分。赤木很震惊，连县内1级的中锋花形高沙等人都拿樱木没辙，可是三井却能借队友的力量把樱木封得死死的。三井的球感果然是卓越一流的。樱木被三井逼得猴急跳楼，带球硬突，三井微微一笑，顺势躺在地上。角田裁判吹了樱木一个带球撞人，气得樱木差点一拳头把篮球馆的大门给废了。接着樱木拿球要和三井拼一下子，三井的防守太严密了，樱木突不进去，只好乱扔，球飞过篮板落在门口的晴子手里。
三井告诉樱木，别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你只有在篮下出手才能进球。樱木把耳朵一塞，不听，王八念经。球再次到了樱木手里，樱木不信邪，还是要和三井硬刚，结果又被吹了个带球撞人。三井大喊：笨蛋，你是不是每一球都想着灌篮？你这样又要无功退场了。像你这么硬邦邦的身体是投不进球的，看清楚篮筐再出手。三井一边和樱木对抗，一边向他传授经验，拜他所赐。渐渐的，樱木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。最后1分钟不到，1年级快攻打响，流川枫和樱木同时面对三井，流川枫将球传给樱木，本以为樱木会回传，谁知樱木根本没理他，拿球直接起身灌篮，流川枫起身阻止，两人同时挂在篮筐上，脸对着脸对喷，赤木黑脸。樱木，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学会在篮下投篮，你会在3天里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的。安西教练笑着说，这俩人或许会成为让全国为之一振的搭档吧。